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哈。来，这是今天的3张3张塔罗牌哈，是用不同的塔罗牌，可是都是月亮牌的组合哈。好，来哈，是不是不同的？好，这是今天这3张哈。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谁将要跟你告白？哈，是我们周六非常热门的题目哦，可以来听看看。那这3张牌，等一下近看的时候，如果你想看久一点，你可以按下暂停哦。好，那今天的第一组的塔罗牌的月亮牌是这个，来，都是猫咪牌哈，今天都是有猫咪牌哈。好。来，这是第2张是这张哈，来，好，第3组是这个风格哈，好，我想你们都已经很会选了哈，只要它的风格、造型啊各方面，你的目光完全被吸引住的话，表示共振最强，你就选它吧。好，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哈？很热门的周六题目哦。好，我们听听看今天的故事线会怎么行走哈。来，我们一样先选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基础的能量的发展。我们再看看要不要去翻一些分支线哈。好，第一张是从魔术师牌哈，哇，是从大的能量牌开始哈。看来这个告白的起点跟整个能量的起始点，我觉得还不错哦。至少4方能量都聚集了哈。要显化那一个要告白的人，我想以这个角度来说，光是魔术师牌，我想这个人应该要显化成功了。所以我们反过来看，就是你应该会蛮喜欢这个告白的情境跟人。情节各方面你都会蛮满意的啦，因为目前这样看起来似乎它距离显化成功没有非常远哈。但我们还是要谨慎的看底下的讯息啦哈，帮你抓到更细的讯息来。好，我们再重新解释一下魔术师牌哈，它所引来的各种的能量哈，有蛮多的我看一下，有不错的权杖8的能量哈，也有宝剑6的能量也被吸引住哈。那也有一些阻碍牌啦哈，但是更多的是趋向于比较欢乐的、比较有幸福结论的、比较有向往的、比较有贵人的都是其实魔术师牌的出现带来蛮多比较好的东西啦。但是它这组牌其中有一个小小的引申哈，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它其实在土能量来说，它是搭配着，它是映射、近射着、反射着也可以了哈。那金币5，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从这个组合来说，我觉得，他以目前来说，他还是觉得跟你有段距离哈。他还处在一个我觉得他还没有抓准一个蛮好的，反正他现在心里有一个罩门啦，那个罩门让他觉得他跟你有一段距离，所以他会害怕自己的告白并没有很契合你的心意，跟你想要的状况和各方面，他这方面给他一点没自信。他那个没自信，真的不是一些实际上他该操作什么的，就是他心里觉得离你很遥远啦，离你很遥远。所以我觉得在某方面来说，他觉得在你面前比较渺小，然后是有点惧怕的，所以他的心的距离是远的。那这一关我觉得不难突破哈，我觉得他只要看清楚自己的这一个距离，其实是一种保守状态。他其实只要知道他，因为他太向往稳定了，他太向往稳定的感觉，所以这个距离感让他带来某种不安，所以他会有点踌躇不前，无法跟你告白。可是其实他这边他只需要等待一下，他的朋友的帮忙，或是去问问他有智慧的朋友。
来去问问他说这样好不好，他会很快就得到一个信心了。可惜今天看这组牌的不是他，我们很难直接跟他说，但我相信集体意识的整个空气中的能量，我们还是能够开窍它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意识传达进去，就是他去问问他比较有智慧的朋友，或是他觉得比他聪明的朋友，问一下就会找到诀窍了。那个诀窍跟信息是什么？就是这个阻碍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哦，而且他本来就应该处在一种对你是陌生的不安的感觉啊，因为他是要告白的人。后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嘛，他必须要认知到这个本身就是个冒险，所以不安跟未知本来就会出现，而未知跟不安本来就处在一种不安定跟不稳的能量上啊。他还没有看穿这点哈。那我们把这个解答放在空中，看能不能传给他哈，他会不会在那个梦境里或什么就得到这个启发？没关系哈。那大致上，这个钱币五的能量在整个他现在所魔术师的牌的能量里面占非常非常小啦，非常非常小，大概才10几%、10%多一点的程度而已，影响不大。其他的好能量很多，能够帮助他的好能量很多哈。那光是能够帮助他的那个圣杯3啊，然后附近的钱币6的能量都有啦，都有。而且其实整个在其中的土能量的向往是往完美结局的方向走，所以这个觉得钱币5的能量并不太能够阻碍它，我觉得不够。再加上有火的权杖8的能量啊，宝剑6的能量啊，都是一些往前迈进、冲刺的，非常有能力往前的，表示他应该不会因为钱币5的能量阻止他跟你告白，我觉得没有，他还是直奔的往你这边来，这个能量很强，很直冲。魔术师牌就是这样啊，映射了非常多的好牌啦。那我相信他要跟你告白的时间也没有特别远啦。我来翻一张来看他现在在等什么哈，在等什么哈。好，世界哦，等什么？这边好像也不是在解答说他在等什么，这个牌比较像是说，他在找一个好的情境哦，所以他现在可能在等是什么情况哦？这其实蛮像求婚哦，但其实他只是告白啦。他在等什么情况？他在等说要跟你单独讲话的情况呢？还是要在大家一起玩乐的时候，他跟你偷偷聊天的时候，突然跟你讲呢？他现在有在担心的是你的反应会不会大或小或冷或热这样子，所以会不会需要旁边有别人或是什么或这样哈？但我这边得到的一个很纤维、很细的讯息传到脑中的是，他会选一个安静的场合。我不知道这讯息哪来啦，牌面上没有讲了哈。但是当我在解题的时候，我有得到这讯息，他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场合，他需要那一个场合。我没有觉得热闹或是其他人在的场合，他很适应哦，或是他向往，没有这个取向。这只是多重选项里面在我们判断里有，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安静的画面啦，安静的场合，所以我觉得他会趋向于选择可能跟你单独一起的时候跟你说，我觉得他处在一种蛮尊重你，或是蛮照顾你的反应，因为他不想要你会觉得难堪或什么，就算他想拒绝你，他也不需要顾到旁边有没有别人这样。所以这个人他有想的蛮周全的啦，他心底也算是已经有准备好接受你不接受他哦，因为世界牌的能量很强啦，它带来了各种，它已经带来一种新领域，强烈的包容跟穿透力很强。所谓的穿透力就是要上要下要左要右，到不同空间到不同情绪里的穿透力也很强，所以我认为他是认真的可以接住你。那世界牌我再大约 run 一下，因为它这个是它的辅助牌，所以能量不大，它定义的也不大。虽然它带来了蛮多稳定的沉重感的力量在里面，也有一些负的能量。但我觉得这里都讲的比较像是说他准备好了，他这方面准备好，所以他现在可能就只是希望期待一个他喜欢的场合场地吧，一个情境。好，来我们再看下一张，又是大的哈。
愚人牌在这个结构来说，我觉得很符合我们刚刚前面说的有钱币6啊，那个权杖8啊的往前的能量，蛮符合的。虽然那两个能量莽撞的往前冲能量是多啦，但是因为有宝剑嘛，所以他还是有所谓的仔细思考，他不会随意找时间就跟你告白这样。但是因为这里愚人牌出现了哈，我觉得他会依靠他很强烈的直觉。他不是一种安排好，他一定要什么时间，或是要用什么方式，他会在某一个时机，他也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直觉，就觉得说就是这个时候了，会有这样子。那这个直觉并不是一种愚蠢的、空泛的哈，因为愚人牌其实背后有包含着蛮强烈的，充满着智慧的一种概念。其实愚人牌它只是看起来像愚人，可是它的多角度它的累世智慧会随着这个看起来冲动的跨步而去，就是说啦，他这个冲动其实是凭借着他内心的一种很深的直觉来去决定他去做。可是这个很深的直觉是融合了很多累世智慧，或是反正他有一种很神秘的智慧在支持他，觉得要这样跨出去，要这样直接跨出去，看起来莽撞，可是却是精准的直觉哈。愚人牌有这样子的特性。所以我觉得他会在一个非常特别的状况，他就觉得就是现在要告诉你，就是现在，他会有非常精准的直觉的时间点会告诉你哈。那我们再看这张牌下面还有什么讯息哈？月亮牌哈。我倒觉得这个月亮牌带来的并不是所谓的不安未知所带来的一种负面能量，我觉得这个月亮牌带来的比较像是一种支持我刚刚说的那个直觉，是处在一种在冷静的空气里面，它能够捕捉到最清晰，所以呼应了我前面跟你说，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我觉得他会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场合跟你说，因为他在安静的场合里面，他能够拾回在他身上的有蛮多东西的一种自信有。然后心里强烈的支持力的声音，那个强烈的支持力的声音在心中，就比如说走啊走啊，冲啊冲啊，有自信一点。他在比较安静的场合，也算晚上啦，反正就是比较暗的场合，比较深色的场合，颜色深的那种深色的场合他会得到他想要的声音跟自信，很冷静，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会比较趋于比较跟你告白了。那这里所谓的未知恐惧跟那些东西，他早就，我觉得他已经解决了，他已经解决了。毕竟月亮牌在这里当愚人牌的补充牌的话，它提示的并不是要去征服愚人牌要用一种不安跟未知的感觉去让愚人牌害怕而不敢前进。没有，他这边的能量比较像是支持他内在的某种直觉力，就像愚人牌要跨出那一步的直觉力，这里是被支持的，所以。他现在在等待的那一个好的情境跟好的场所，我觉得他会选择到对的了，因为目前看起来他不会只顾自己的告白要成功而去告白，目前看起来他有非常在意你的反应跟想象你的反应会在什么场合、什么地方、什么样子，才不会让你感觉那么困扰了。我觉得不会让你感觉那么困扰，这个是很核心的状态。他有先顾到你的反应顾到别人的眼光也有了或是顾到，反正他有先顾及到你算贴心的一面了来，圣杯10，不，钱币10钱币10其实钱币10在这个里面就已经出来了它本身就已经出现在某种。整个包在这一个情境里的一种性质，然后现在再更强烈说那钱币10的方向就是讲错了圣杯10，因为我刚以为是绿色原来是蓝色那我这个部分转换一下那它就不是这里这里没有映射出来了，我把它独立出来讲那圣杯10的话，它走向的就会处在一种比较浪漫式的状态因为原本我要看钱币10，我要觉得它会处在一种比较。感觉整个气息、自信比较稳定的状态更高。没有，它现在换了因为我刚刚以为是绿色，现在蓝色的话，圣杯它就转换成另外一种情境了。它会处在一种他觉得现场浪漫的气氛够多
他很有可能是在街上或看到有些街头艺人表演，然后在唱情歌或什么的时候会跟你告白，会跟你讲，或是一起去看了什么电影，他会用一种残余的浪漫气氛的状态里跟你告白。哦，因为他希望跟你告白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情况，然后有可以回忆的浪漫性质。哦，有可以回忆的浪漫性质。那越梦幻越不着实际不扎实不现实，他觉得非常 OK。哦，那我从这边就可以看到他这边呼应了月亮牌所带来那个直觉啦。那他那个直觉确实是朝向他所认为的绝对浪漫的性质那边去。那本身愚人牌本身也是个很浪漫的牌啦，因为它却有一种豁出去跨出那一步，不知道是山崖还是陆地的这个概念哈，其实也是蛮浪漫的啦。那在这样子几个相辅相成，然后再映射了圣杯十，我觉得他现在除了在等待一个好的场合，我觉得他等的是一个好的场合哦，然后要足够已经营造浪漫气氛。我觉得这边他比较像是说借用浪漫气氛，他没有要创造，所以他会在去一些比较浪漫的场合的时候，会让你明白为什么我说是借用，因为我这边没有看到他本能上的创造力，哦，他的直觉是属于一种选择性的，所以他所选到的浪漫场合不是他所创造的，是他选择的，所以它是一种借用的方式啦。好，所以应该是在户外外面，我觉得应该也会有歌声哈。我这边看到是有歌声，会有歌声的状态。好，没关系，你就期待一下，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哈。那这边也还没有看到他跟你是什么关系了哈，但以目前看到5张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一些画面感，他已经跟你蛮近的，他已经算是跟你比较近的朋友了哦，见面的频率也蛮高了，他蛮常出现在你眼前的啦。然后骑士这个时候出现骑士，我反而倒是想要知道他这个部分的刹车感是什么啊？因为骑士这一个，我觉得他走反方向，嗯嗯，我倒觉得这一个骑士好像也不是在讲一个方向的事情，他在讲一个样子，他心底内在觉得自己需要有一个。我觉得他有刻意跟自己说，在他表白的时候不能展现慌张，要展现的非常有自信然后要展现的非常有准备，所以他很怕自己表现的不好，所以他内在有宝剑骑士的人在告诉他说，要有自信，要有准备，要充满爱，要充满方向感要充满魅力有这些东西，而那些魅力什么都是要在一些比较自信的状态，而不是只是花枝招展的魅力。他说要有一种性格上内在喷发的自信要存在他有在提醒这个比较像这个那即便是这个，他也是用一种比较中二的方式去想象他跟你告白的场景啦。所以我大概可以觉得他这个人的内心各方面其实都还蛮浪漫的，他对美的向往的认真程度、自信程度要求都还蛮高的因为其实这边有很多都是一些有几张比较暗的牌、阴的牌比较阴能量的牌、夜能量的牌，所以我觉得他算是一种蛮浪漫的人。我一直看到一些比较深蓝、普鲁士蓝、夜黑那个山顶上你看到天空的蓝的状态，所以他应该算是一个浪漫值蛮高的人啦。但是他也应该知道自己是这样特质的人，所以他约束自己，在期待让自己约束自己。要求自己在比较理智的状态做任何事情，尤其是这一件事情他不想表现的有点太虚幻，但是又要有一些浪漫的东西衬托，这样所以以这个距离来说，他应该算是平常已经在你附近出现蛮久的了，然后只是你不知道他一直在伺机而动，想要找一个最浪漫的告诉你说，其实他喜欢他想跟你交往这样子。那他平常我这边看到他平常也没有刻意跟你保持距离，没有这个讯息。那只是他有封锁住自己，除了好朋友以外，多一点对你好的讯息，他有封锁住。他在之前就封锁住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因为他在聚精会神的在养成这个魔术师牌，因为刚好这个魔术师牌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四方能量的集合，它比较不像是
前面已经跟你有所牵连，我觉得没有他，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内心自己在累积这个能量的一个集合。哦，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感受到他之前对你的喜欢啦，多多少少会感觉到比较要好而已，或是熟识。可是要到感情的表达、眼神，我觉得他都封锁起来了。哦，他都有强烈的封锁起来。好，没关系哈。来这张哈是三的话哈，权杖三的话表示，其实权杖三这里有点多余啦。哦，因为这里因为前面被我讲到了，他这里在讲的是说他有在往你这个路径来了。哦，他走得非常稳哈，非常有热情，非常专注在往你这里来。也就是说，他慢慢走到他跟你告白的那个时机点了啦。哦，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好，所以这张牌其实没有特别多讲什么，只是他用权杖来讲的话，表示说他这一个热情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哦，他对你的喜欢，或是他决定要跟你告白，这个他很早以前就有了，只是因为他整理了很久，想了很久，决定了很久，才整理到现在那一种自信。现在只在寻找一个最好的场合，表示他前面对于自己的害怕，或是观察你呀、怕你不喜欢这些方面，他都已经整理完了。因为权杖三的能量告诉我说，这条路径或什么，其实他已经开始走一阵，都已经找到好一阵子了。我个人认为这个权杖三的能量弱了，因为我觉得它快被用完了哈。这组牌里面的火能量偏少，偏少表示说，他如果要再不告白哈，他可能会被别种负能量或害怕或什么就失去了最好的告白时间。有时候会这样哦，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跟一个人告白，可是在最好的时间没有告白之后，后面你就没办法了，他会变成比较像是好朋友，再变好朋友或朋友一阵子之后，还会再找新的契机。那近期可能就是有最接近他的一次好的能量，然后他应该会告白了哈。那整个讯息都有在支持他告白的那一瞬间，好像牌面上就是要把他推进到告白的那一刻哦，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哈。我看一下9吗？哦6哈，钱币6哈。我这边看到了他对你的感觉哦，他觉得你给他一种非常深度的熟悉感。他这个熟悉感很像他以前小时候判断谁是好人，谁是他会喜欢的人，谁是他想亲近的人的一个逻辑。哦，那他这个感觉似乎失去很久了。他这个感觉似乎失去，因为从金币六盖来的概念比较像是说，他捡回来了，或是有人还给他了，所以我才说你身上有一种他以前，因为他这一组牌哈，那金币六嘛，它的原本的意义，可是我觉得它连带着映射了某一个讯号，就是圣杯六的讯号也一起带起来哦。它这组牌让我特别，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的牌我很容易在圣杯六看到金币六，我也在金币六也会看到圣杯六哦，它就是一个直觉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这个我觉得他复合式的觉得某种过往的东西被带回来了，哦，对，带回来了，所以他那个熟悉感，他对你那个熟悉感，可能是当下最决定他喜欢你的那一个瞬间，哦，有的时候金币六我不会看到圣杯六，可是这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影响，哈，恰恰的影响到他内心小的向往。所以让我感受到了圣杯六的能量也在此，这的那一种过往旧时回忆，以前的美好的拾回捡回来的概念有哦，所以我大概知道他是他应该最喜欢你的部分吧。然后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熟悉感是他以前小时候的哦，因为他是处于在一种这个位置是处在一种非常深、非常深，他很难用自己的判断跟具体的形容的感觉的一张牌，所以我觉得他以为他喜欢你，其实他是喜欢上，或是他是喜欢上以前他小时候的某种快乐，某种喜欢人的快乐。那因为不见很久了，所以在你身上在发生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哈，特别喜欢。来，
哦。好，我们再来看，来这边 OK 哈。那这2张还没翻，多翻其他的，我来都各翻1张好了啊。用这个好了，来看看哦，一次出2张来，那我就看，然后魔术师牌哈。好哈。的确哈，这里确实又在映射了。其实如果是魔术牌的话，我觉得它加重了我的想法哈。没想到我刚刚原本看到这个金币确实我觉得它不是只有单独一个土能量。魔术师牌的话，在映射告诉我说，它释放能量都在这张牌出现的话，所以6的话，宝剑6的方向感，然后权杖6的回程哈。那我确实，你身上有他过往失去，现在捡回来的一种美好的感觉。被他找回来了，但是我真的必须说，那不是他自己知道的。因为他以为这是你吸引他的地方，可是其实不是，是他已经很久没触摸过的小时候的单纯的快乐在你身上出现。那一种他小时候第一次觉得谁很好，很想亲近、喜欢的那种最 pure 的感受，在你身上出现了，所以他非常想要靠近你，非常想要那个，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是这个的。因为他已经成长了，他升华成另外一种他想追寻的感觉。只是牌面大概知道结构是这样了结构是这样。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跟你告白然后你很喜欢的人的话，也许你下次你可以问问他说：“我身上是不是有一些熟悉感，是你以前失去的，然后现在获得的，所以你特别喜欢我？”也许会非常吻合非常吻合。来，我再看这里那这个就也不是多说了啦。其实这个牌所谓的远程的遥望，它的向往，其实前面都说了，它就是看准了，看准你身上某样东西，就这个，看准你身上某样东西然后他一定要得到，他被完全的吸引住了那基本上我觉得最内在的结构就是他已经失去了某种快乐的感觉了，你身上重新再现过了所以他必须要拿回来。好，来，我们再翻剩6张哈。好，还有另外3张哈。好，最后1张。来看一下哈。我们以非常绝对理智的角度来看哈，其实以这张，我觉得大概真的比较确定你身上确实有他已经遗失很久的东西了。他很想念，可是他不确定他在想念什么。也就是说，他想念以前过往的时候，有些很多东西他偶尔会突然怀念一下小时候或以前，可是他不知道他在怀念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中间那个感动或什么。其实，但他很喜欢，他可能很难具体诠释他在怀念什么，或是喜欢回想小时候的那一种。他会把它形容成自由自在，但是其实我从旁边看到的是，他喜欢的是他小时候可能比现在更充满爱，更有勇气去爱。更有能量去爱的那个感觉。小时候你不会想说是爱，你只会想说是喜欢。所以当他遇到你，他发现他对你的喜欢跟某种熟悉感，好像他小时候去喜欢任何东西的那种最 pure 的感觉。可是，在成长之后，他把他的感觉复杂了，所以他把它趋于喜欢，在进入爱的中间这一个地方。好，那这个爱的能量能到什么？他很愿意为你做很多事的这个概念那他被这个东西吸引住了啦。我想他可能很少有这个感觉，
所以他这一次有这感觉，他就确定是你对他来讲是多重要哦，这感觉很特别哦，然后他一定有观察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最深层的这个熟悉感之外，他还用了非常多的判断去判断你身上有没有那种特质是让他这么喜欢的。他有判断出一些结果是有的哈。那我这边有看到他喜欢你，其实时间蛮久了，有好一阵子了。然后他琢磨蛮多角度跟方法来去确定自己能跟你告白。你记得哦，能跟你告白。所以他也确定过，如果这个朋友关系或什么跟你告白的话，会不会有点毁掉，或是破坏很多东西？我觉得他有判断过了，然后他觉得可以。我只能说答案是可以哦，只是这个判断的过程，他应该蛮挣扎的哦。他其实蛮挣扎的，但他后面决定还是要哦。那我再看一下这里哈、哦，是蓝哦，这个颜色不够明显哦。好。我先讲圣杯六的部分了哈。那我觉得这里的圣杯六确实就呼应了我这边这个，因为其实它这个位置哈，这位置其实是原本的牌阵的话，它是在它下面的哈。我觉得在它附近哈，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因为它的能量是过去的时候，这个能量哈，它是在一个过去的路径上之后，发现了另外一个自己啦。哦，那另外一个自己的能量又有，我觉得又被金币六、圣杯六的一种，我觉得就旧时的能量哦，一种。好了，我们就着重在圣杯六这里来讲哈，它就是它在这个路径哦，这一个路径上，这一个钱币六出现的时候的能量，哈，它在有摆动，能量有摆动的时候的路径上，他发现了另外一个自己。那然后另外一个自己的能量，首先是出现了倒吊人，然后不是出现的，首先是出现了战车牌，然后再出现了圣杯六，所以他发现自己有某种伤痛，哦，可是是很久有某种伤痛，然后他在想，他在感觉是什么伤痛？原来是他失去了很久的东西，他再也找不回来的这种伤痛感。好，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因为你的出现，好，似乎带着某种善意的解答。所以我们叫善意的，就是你的出现让他找到了他那个失去很久找不回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一个熟悉感哈。因为他这里牌阵跳来跳去的时候，我会发现他对于你出现的这一份熟悉感有一种溺爱，有一种上瘾，他有点上瘾哦。他对于他以前失去的感觉、快乐的感觉，想要再找回来这个东西，他有点上瘾。可是这个感觉已经分化升级成各种别种感觉，是他自己其实，我跟你说，他自己其实是没办法意识到的啦，因为他已经转换成各种感觉哦，它是一种反向，就是我要怎么白话一点讲，就是他小时候对任何东西都是很简单的喜欢，可是长大之后，他小时候有某些他喜欢的东西，他长大之后再也遇不到了，所以他对于那一种喜欢的使用，已经长大之后复杂化，变成是他对于某些东西的兴趣，或是某些东西的有感觉、有深刻的感觉这样子。其实很多都是因为他小时候喜欢某样东西，他再也没喜欢不到，然后熟悉感，他想要重新组合那种过往旧的熟悉感，然后变成一种很多碎片去喜欢各种东西来组合它，想要再去组合那种小时候完整的感觉。他这个是他无意识的哦，他以为他是一个一个针对性的各个兄弟，没有，其实他牌面上看起来的是他一直在找以前小时候或是以前过往那一个喜欢到一个东西的那一个快感或是那个幸福感哦。
那这边有看到他是不见了，不见了，可是却又在于你的出现的时候，哈，好像你出现的时候，很像什么？很像他遇到了帮他捡回他失去东西的那一个失物招领的人啊，帮他捡到他不见的东西的那一个人，你的出现给他有这种幸福感。好，可是他没办法具体的形容成这样，所以他已经转化成一种你对他讲非常有吸引力，你对他讲非常在意。可是牌面上其实就是他以前过往的某种遗失所带来的一种转换。哦，这个即使跟他说破，他也不一定会认为啦。可是牌面是这么觉得的，牌面觉得，那一个旧时的东西被拾回的讯息非常强。我这边看的时候也是，这个讯息在一些暗的讯息里面一直强烈的在提示，好，那我再多现在这个金币4其实这些都还好了只能说，呃，我必须说，他要跟你告白的那个瞬间跟那个场合，他并不是冒进的，他并不是随意的、鲁莽的，他是其实他有遵循了自己某种比较保守的方式、安全的方式去跟你告白。只是当他确定了内心的直觉，觉得就是现在的当下其实他也同时确定了一份安全感然后这份安全感比较像是保护你他比较想要保护你的感觉，所以只能说就回到最前面，他准备好了啦，你就算拒绝他也准备好了啦那即使拒绝了，你们还是会维持原本的关系，朋友关系或什么这样。那我必须说他原本跟你做朋友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小时候的熟悉感，可是他不知道后面会越来越强烈。那某一天，应该是你们有些互动或什么，他有种更深的、强烈的感受到你的存在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更深层一层的比较像是你说了什么话，有点契合了他小时候某种感觉；你做了什么事，有点契合了他小时候，他立刻能回到他小时候某种快乐的时光里。我刚刚也说，他其实很常去看顾他以前过往小时候，他要去怀念他小时候，所以他对于这一份感觉非常熟悉。什么是他小时候失去的那一个快乐的感觉？他对这份感觉非常熟悉。所以当你出现的时候，到某一个片刻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他就觉得你的分量在他心里不一样，所以他才会开始有慢慢观察到大概什么时候跟你告白比较好啦。我觉得大概流程顺序应该是这样。好。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能量的连接跟密集度蛮高的啦，所以很难排除掉他跟你是本来就认识的人。好，那就这样希望你能够得到一个蛮好的告白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好，祝福你来，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谁将要跟你告白？来来，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故事线会怎么发展来，好，第一张第一张是宝剑国，还不错，至少整个力道是强的力道是强的话，那就表示说，我认为他那边所保持的一种告白前的自信应该是充足的了目前这个能量我觉得是够了但是因为又处在宝剑那不得不说他这一个告白啦，他有2种状况，他会在非常慎重考虑你们2个适不适合或是有没有可能发展或告白有没有成功率高不高这个状态，然后他才会决定要告白。另外一条路是他已经这些都觉得不错了，然后他必须要等一个他觉得最好的状况啦等一下才会看出来他到底是选哪一条路，但是会有这2条路径去选。那我看一下这个路径的，
宝剑国王哈，因为我一直在想说，他这两条路径之外，他应该还有一个，我觉得他应该还有一个比较负面的能量，让他还没办法这么快告白了哈，因为他有一个内缩的能量嘛，因为毕竟是宝剑国王嘛哈，宝剑8、9啊的能量都会延续起来啦哈。可是因为宝剑8后面也有一些命运之轮的能量，所以他能够感觉到时机是到了啦。我只是在想说，他真的已经确定什么时机、什么点跟你告白会比较好吗？还是他在分析别的事情哈？那其实也都 OK，也都 OK，至少大致上整个整体上来说，至少他是在非常确定的情况之下告白哦。他没有冲动，没有觉得先告白再说，哦，比较不小孩子气哈。我们目前能抓到的这些告白的人哈，通常能量都不错啦，质感啊，本质上我觉得都很不错。这一个哈，我个人会这么多停滞下来想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否太过于思考哦，我不会觉得他想太多，我觉得他想太细。在这个宝剑能量底下哈，因为它还是会有两种一些分别啦。那他也有恋人的风能量在推进他立刻告白，但是他又有一个比较偏的一个角度，他也有一些裙带关系的眼光在看着他告白后的反应。应该来说，他在某一个角度上，他还蛮在意他认识的人怎么看他要告白这件事情啦。那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去问了，我觉得他觉得比较有智慧的人有没有给他一些意见啦？但是似乎有这个点有出来，这个点出来的意思是说，他需要去问，或者是他需要那个人的反应，也有可能是他需要满足，或是让那个人觉得他这个告白是对的。好，无论是告白前、告白后，我会发现他心里有一个芥蒂，然后因为我有看出来，他这个告白前心里想蛮多东西的，然后蛮多东西的，然后也有一个角度哈，其实是有映射到了金币7的能量，所以它带来了什么？他虽然很稳定啊，内心很稳定，很有自信，觉得告白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他觉得比较不安的是，告白之后你的反应，他有一点抓不准，他有一点抓不准。那这就是我觉得他想太细的点，我觉得他想要抓得太准了，以至于他现在迟迟不会告白。哦，简单来说，大家都会说想太多，但我觉得想太多的人只是想很多，没有仔细想。那这个人是想太细，他每一个东西都要分辨得非常清楚，说可行不可行，可以吗？不行吗？什么这样子？检视的太细，检视的太细，哈。那没关系了，我们往下看看这张牌的补充牌他怎么说哦。金币5，好，我觉得他差在什么？他差在告白前再跟你再有几次接触啦。他现在因为心里开始出现想要跟你告白的讯息之后，他有一种不自然的与你疏远。他开始有这个情愫出来之后，他自己心态上就觉得跟你比较远，然后他某一个方面，我觉得应该是蛮害怕被你发现他对你有这一层喜欢啦。所以你不会发现啦，没错啦，因为他金币4在嘛，他其实就是因为怕你知道，所以他躲得远远的，或是把这个感觉收起来。那他现在对于
你保持距离这个感觉好像有一阵子了，反而让他对你的反应，或是对于你会有什么反应的想象，有一点生疏了。你懂那个生疏，就是你太久没见到某个人，或太久没有互动，那个不自然感会产生某种生疏，好像你抓不准他现在的一种样子或什么。你以为很了解，可是觉得其实还是有一点远。他现在就处在这种有一点心态上有距离啦，他心态上、心情上有距离，跟你有距离了。哦，所以才让他有点抓不准，或是没自信，他这个告白到底是否有用，有没有用，有没有效果？其实啦，我觉得他真的想太细了啦，想得太那个了。我希望他的那一个比较智慧的朋友帮他开窍一下啦，帮他推一下，骗他一下也可以，骗他去告白也可以。那目前看起来，他旁边所连带的能量都是不错的啦。他在这边停着，实在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啦。也算是有点完美主义在捉弄他的感觉。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也许会有一些转机也又是宝剑宝剑一这个只是我觉得他一直在 repeat， 重新整理，然后新想法盖住旧想法 replace， 有很多种，一直重复着去思考这件事情可行不可行，然后一直把自己拉回起点。本来要告白了，又拉回起点；本来已经有看准时机了，又拉回起点。我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某种不自信，还是真的想得太仔细了所以我才说他心里有一个完美主义作祟了那这个完美主义是对自我的要求吗？还是对于满足你的要求的点？目前看不出来，只是他对于要非常无瑕疵，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字眼，他对于要淋漓尽致这个点，似乎太过执着，但我们往好处想，好的方面想，至少很仔细，至少对于这件事很仔细，很仔细，也没什么不好啦，至少他有想要很仔细这个点就很好了。来继续，想要很仔细的概念就是不会随便乱告白啦，他会想清楚很多角度又是他其实内在有一直在拉扯，在拉扯，进啊不进，进啊不进，前进不进，一直在拉扯。他这个拉扯像是什么？他不进久了，心里就觉得说，怎么可以一直待在这里？要冲，该讲了，不要浪费时间了。当他很靠近你，他觉得时间都对的时候，他又把自己拉回去，他心里又有一种疑惑，说，好吗？不好吗？好吗？不好吗？他又会很不自然的把这件事情看淡。他看淡的意思就是说，不告白没关系啦，现在维持朋友关系就好了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终究会被他内心某一种丰沛的情感能量所征服了。他终究要告白，因为他现在内心那个对你的喜欢没出口，没有出口我相信他这个状况需要有人推他一把，偷偷推他一把，或是骗他。我就是希望他旁边那一个比较智慧的人出来啦，因为我觉得以前看起来能量上没什么问题啦，就是说他人啊、能量啊，就是说告白没什么状况啦你这边的接收，你这边我是没什么看到你这边的反应，可是我有看到这边的能量还不错，整个状况都还不错，你应该不会给他很难看的反应，但是会不会接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从他这里散发出的能量，可以看出来你们之前本来相处的情绪跟感觉都是不错的所以才让他有这么多空间
去思考到底能怎样做到完美。你懂他这个逻辑，就是因为已经很好了，所以他才会去想到完美这件事情。如果本来就已经不熟悉，是跟一个陌生人告白，只是随意的，然后想说追什么告白看，就没有这些线索，因为不知道怎样叫完美，只能先告白看看再说。那他现在能够想得这么仔细，表示他跟你的熟悉度、跟你的相处状况其实都是蛮好的，他才能够希望包装成多好，那是基于很多层面的了解理解啦哦，所以我才说他跟你的相处状况应该本来就不错，其实可以直接告白，但他真的太过于要求他想要追求的那一个状况了，那一个告白情境哈，很多出奇牌的，所以我只能说他就是一直在辗转的在回去退缩前进，退缩前进哈。再继续看，你们仔细看哦，大部分都是宝剑，然后又水能量，宝剑又水能量，宝剑又水能量这样。风啊水啊风啊水啊这样子，哦，有点可惜啦，可惜的什么，浪费了时间啦哈。看一圣杯又出现了逝者圣杯，他一直把自己退回去那种，就是本来已经是时间点各方面就是可以很好了啦，然后他把它退回去那种，重新想一下，再想一下，已经来回了好几次了。那也因此哈，我发现他离你越来越远啦。他每次的退缩都离你，他好不容易又靠近你，就是大家好不容易出去什么又见到你，他可以给你，然后又退了，然后到下一次的时候就拉得更远，这样有点恶性循环哈。没关系，我们再看看。现在只是讲他现在的现况了哈，但他对你的喜欢是没有减弱啦，他只是一直在踌躇到底要怎么办而已哦。我觉得太可爱了。又是宝剑，我实在，目前看到这里，连到这里哈，他远的向往，最近的向往，就是说最靠近他的想法，各方面都太过于被风能量给我控制了。而且这个风能量是有秩序的，而且是强度秩序的，所以他会把非常多事情想得太清楚。无论是他现在会做的事情，或是他的向往，都是这样，没有任何出口，没有东西对他内在打仗。哦，水能量也被局限住，水能量的那种情感能量一直被风能量退回去初始点，退回去原本的状态，不可以奔放，不可以立刻让你知道，不可以还没找到好的时机，这样一直有太多的理由哈。翻了这么多牌的进度没进展呢。从各个角度去观察他现在的状况哦，没进展。你看，又是没有进展啊，他一直处在整个风能量的漩涡里哈，没有。我不能说他错，他也是对，他把它想清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想得够清楚了啦，可以了。你看这边又来了，宝剑到底这么多宝剑能量，然后他还表现的一副不在意哦，那完全讯号一致，风能量越多，风能量出现，只是让我知道他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有多疯狂的去想要那一次表现，那一次告白就要非常完美之类的。但是我大概从这边可以知道，他的完美似乎有太多想要的完美，想要表现的好一种，想要你的反应好一种，想要整个场合各方面都很好也是一种哦，然后又想要表达的云淡风轻的表达出来这份告白，然后现在又做不太到，因为内心的水能量又太澎湃。他其实跟你告白的一瞬间，他会变得比较语无伦次哦，因为他内心的水能量在蓄势待发。他现在水能量其实内在的水能量是很强的哦，只是因为风能量在控制
他做的每一个决定，他要怎么表现各方面。那他心里很依赖风能量给他的理智，所以他误会了，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很清楚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直接奔放的去把水能量绽放出来，去表达。因为他原本身上的风能量也会让他在告白之后回到某种秩序，因为风能量太强了。只是我觉得他把风能量用在太前面，用太多，以至于无法前进，无法告白。其实他应该要调回来哈，先告白之后再说。他这一题啦，我是真的比较支持先告白再说啦，因为他至少他真的有能力接住你的反应啦，只是他现在不相信哦。他金币七的底下有一个金币七的能量。不安，他不相信什么？不相信他接得住，不相信你的反应是他能接受的。反正他对某方面来说，他还没有抓到那一个，其实他没有抓到那一个，他告白让你知道他喜欢你这个点本身就很珍贵的这一个价值，他还没抓到。就是说，告白不是一种责任，告白不是一种负担，不是一种打扰，不是一种比赛或什么，我不知道要打分数，我不知道。他没抓到的一个重点是，其实他应该想想，让你知道他这么喜欢你，其实也算是一种不错的礼物跟心意。至于你的回答接不接受，其实有时候不重要，而是让你喜欢的人知道有人这么喜欢他。其实这个就已经是很重要的价值。他其实，我觉得他内在要某些智慧，要这个角度要开啦。哦，在我看起来还是有点，太爱自己了。来，好，要点时间，要给他一点时间突破这个啦。哦，他需要一点时间突破这个，因为他现在还在斟酌着差不多的东西。我跟你讲，他就是在烦恼类似的东西里面的细节而已啦。就只是告白的好坏里面有很多小细节，他在烦恼这个，可其实都没有什么重要的。哦，你们仔细看哦，这里的牌少都没有什么，没有火能量，他就没有办法去哦，他没有办法，他没有那一个勇猛的感觉，他内在冰冰凉凉的，其实过度理智思维哈。那冰的东西也不一定是没反应的，很冰的东西也是会太冰啊，太冰也会让人非常的难受啦。哦，他其实还要再，我觉得他也不是什么不好或什么，我觉得他需要，真希望有个天外飞来一笔的开窍了哈。所以他这里其实底下有九教宗牌的能量，可不多，小小的。我希望那个交通牌能够突然强化起来。那交通牌能量代表什么？就是他身边有智慧的朋友能够突然讲话跟他开窍，或是他这个关卡他突破不了，他问比较有智慧的朋友是否有人给他金句，让他往前走一下这样子。但这个还是需要他的起步啦，他起步去问，他起步去想知道哦，然后也要听得懂，也要听得到。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他的那个有智慧的朋友是否能讲到点，也是一个重点。那如果以时间轴来看这个的话，我跟你说，他终究会告白，这个是没有错的，因为他路线，他风能量，他就一定会去的啦。只是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飘来飘去，要飘多久，这就是个问题了。好，没关系，我帮你看另外3个层面哈，2个层面啦，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线哈，看看塔罗牌告诉我说这个现况。世界，好，还是可以再翻啊。如果再要翻各种问题，还是可以啦。哈，就是先翻这些，我们先看看。
是有一些不错的角度了啦。我看一下哈，世界牌在于一个世界牌这边只是在告诉你说，他终究会告白，就这样。那他又往那个世界去，是没错的哈。只是他的确在告白前需要有人帮忙哈。金币六那个讯号出现了，他需要有人帮忙，而且这里也告诉你说有人会帮忙，只是以这个牌出现的位置跟这个整个牌面的节奏跟旋律来说，我觉得还没到那一个人出现。我觉得这个人出现确实是需要他自己去开口问哈，因为圣杯2的角度出现了哈，这个主动性出现了，他需要自己去接触那个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帮他。那他要去问之前，他可能要先应付一下，他会有一点失控。所谓的失控，是他对于要不要立刻告白这个概念，他已经想不清楚了。那想不清楚的时候，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节制牌会出来。节制牌会出来，是因为在你混乱的时候，它会自动出来帮你做调节的时候，它会在调节的过程中会需要其他人的帮忙，所以它还会去找。那他现在还是算比较自负的状态，他靠他自己的风能量去思考所有的细节，他觉得他还在能想清楚。可是我觉得，既然节制牌出现，那就表示失控边缘、失控的状况快出现了哈。那还好，他算是很多基底就是土能量在支撑啊，所以他也不太算乱到什么，他只是会突然以他所自负、相信、非常自信的判断跟理智的状况里，他突然想不清楚的时候，他知道他能问谁。那我们只能把整个机会的希望放在那一个他问的那个人身上。不过这里其实没有非常强的讯号告诉我们，他问的那一个人就会立刻给他答案。但是到了这里钱币6的时候，我反而看到一线曙光是，当他开始问的时候，他需要的答案很有可能会出现，因为那个钱币6的牌的位置是塔罗牌，希望我非常理智的理解到这个关键点很重要。那如果他这么说，那就表示有因为他已经直接说有个帮忙钱币6就是一个有人施舍的状态有人施舍的状态。那为什么我说他必须自己去求助？因为我看到的是，圣杯2的位置，虽然它跟金币6，其实在某些牌阵上面，对我的牌阵上面是非常遥远的。可是这里我看到他们两个辉映的感觉很明确。我觉得这个回应的明确，是因为它这个隐士牌这个位置突然按下来了。它这个隐士牌在这里，它所给的第一个讯号叫做答案要自己去找它这个答案要自己去找讯号出来了之后，它按下来了，所以它映射了是这2张牌的互动。所以我看到了一个圣杯2的一种2人互动，加上有人帮忙。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他给的讯号是属于被动型的，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需要自己去。那他这个自己去也不是只是这里的讯号告诉我，而是前面我就已经告诉你说，这里本来就有教宗牌的能量一直在找机会所以我们往这里翻的时候就发现机会他要自己去找出来啦它是有一个连续性的啦。它其实这里的牌是一个大的牌阵，我只是把它拆散了我只是把它拆散比较好摆可是它的联动其实还是有存在的好，那所以以这组牌，我只能说，这个人基本上他最近不太出现在你面前，但之前应该还蛮常见面的，只是最近而已啦。那他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有告白的，就要告白。但他其实每次都这么想，可是每次都没有告白，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点是，他其实不应该离你比较远啦，他应该更多频繁的跟你相处，才会有那个熟悉感出现。对于要不要告白这件事，就不会那么慎重，会在一些很轻巧的角度跟时间点就告白了。我觉得这样子比较自然。那可惜他不会往那个方向走。他会往的方向走是，最后他会出现一种混乱跟失控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会有能帮助他的人会在那个时间点出现了。
主要是他心里早就知道可以问谁，就看他自己要不要问。哦，那以时间轴来说，我觉得你要再等一下。那你这里能做的是可以释放一些善意的讯息，就是可能你可以，如果你真的很希望有人跟你告白，或是你不想再单身，或是你想跟有人在一起，你最近可以释放一些想要恋爱的讯息，看看能不能触动到他啦，能不能让他更加的激动一下啦哈，也有这个机会了哈。好，那这样子的话，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帮你们翻一个特别的，我帮你翻一下你们两个人的3种连结关系好了。我已经很久没翻这个，但我今天翻一下好了哈。因为我想看一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能量犹豫或是踌躇的非常强烈，他大可以就不要告白，因为他没办法解决，没办法应付自己这个，他大可就不要。可是为什么这个连接这么重，他非得告白哈？他非得，他为什么连接的这么浓烈啦？那我就想我来看一下好了哈。好，我就直接放在上面哈。好，这2张。好，那我看一下哦。他这边说，其实你们两个的相遇本来就不是因为爱情所连接的，可是因为关系上可能某一个时间点，你跟他的相处突然触动了他，觉得他想要跟你在更加进一步的关系里。可是，一开始你们两个的连接都是处在一种比较理性，需要做朋友，然后有互相保护的状态，所以他其实比较适合在做朋友的状态里。可是他确实是其中好像有事情触动了他，走出了另外一条线哈。那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啊，其实算是比较多互补状态啦哈。然后其实你们有人带领另外一个人的能量比较强，可是这里看不出来是谁带领谁比较强啊。就说你们两个的相处会有一个热一个冷的状态，所以我们从前面看起来他比较冷，所以你会比较热，所以就会变成说这属于在一种互补状态。偏这边来说的话，你会更感性，他会更加的理性一点，所以他这边可能看得出来，因为你的感性面比较丰富，所以他用他的理性面，他比较能够，他比较不能够去思考到底跟你告白需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然后他其实有点接不住你的反应，是因为他对你的理解可能是偏感性的，他会害怕你原本的性格的反应是他接不住的。那可是因为他对你够理解，所以他知道他的个性可能接不住，所以他一直迟迟没有告白。我觉得这个接不住让我觉得太诡异了，就是反正告白之后，他就会因为某种熟悉度，会有某种对谈去化解了啦。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他把他想得太仔细，他用他的角度跟他用他自己理解事情的方式去理解你，其实这个是错的哦。他有点忘记了跟你的熟悉感哦，才是他理解你最好的角度了。所以他现在这样子离你比较远，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败笔。他会越来越陌生你的方式，而且你也会每天都有所改变嘛。他要更近距离接触你，在很熟、更亲近的时候再告白，我觉得那个比较自然一点，他会比较能抓到诀窍。主要是他比较能抓到诀窍，但现在好像就不是这个状况哈。然后你们两个就算我先讲，就是就算哈，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很亲近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没有什么大火花。你们两个还是会保持在朋友那种非常淡的方式，慢慢的相处，哦，但是感觉会不一样，会变成是一种恋人的关系里面的很平淡的慢慢相处，它不是一个很激情的、很强烈的那一种能量的在一起，反而变成比较两人世界的平淡相处，反正就是会很淡啦，这边觉得就是很淡啦，好。主要我觉得可能是他偏冷、偏风能量，你这边
如果他这边讲的是互补，这里那表示这里一直都没出现的火能量，必须都在你身上给他做补给，给他做引导，给他做互补。我如果坦白我来说的话，他告白之后，如果你答应愿意，我觉得你们前面有一个新的关系，不太像朋友关系，你们会有个新的关系的练习期，练习怎么相处，因为感觉会完全不对，应该说感觉会完全不一样。那他不太像是从好朋友然后突然变情人，还是很熟悉这样。我觉得当他开始对你有别的情愫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内心的某种陌生感就跑出来了，因为他看你跟你讲话的感觉有所改变，但你还不知道这一点嘛，所以等到他如果真的跟你告白，然后你接受了，愿意交往看看的时候，你才会开始体会到那一个陌生感。其实他现在就处在那一个陌生感，所以让他有点不知所措，所以他才要用他的习惯性的理智去把事情想清楚再告白。那反正每个线走起来就是模式不一样了。那如果觉得还不错，还是适合相处，那我觉得那就只有前期有一些不适应而已，后面可以再看看。牌面是这样讲，但后面他确实没有讲很多。好，那就讲到第二组牌的朋友这个可能要再等一下，等等看看看时间上什么时候才告白好，就这样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来，我们接下来是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好，第三组牌我们来看好一样，我们先从5张牌里面来看整个基底的能量的方向好，先第一张好5张。好，好了，就这些。好，我们看到它是从金币国王开始金币国王开始的话啦，我不觉得这一张牌现在给的讯息是一个告白的状况，我比较觉得它是针对他这一个人的人格在做出发因为他这个位置其实是在讲说这个人应该能够创造什么样子的一个氛围吧，也有可能是在讲说他这一个人内在的本质能量会带来什么样的气场跟气息给你啦。所以他从金币国王这边来看到，他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极度稳定的双重稳定的能量会过来，所以你基本上可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平稳的告白，非常扎扎实实的稳稳重重的告白，没什么情绪的没什么情绪的对他来说这个是一种认真啦，是一种很认真的感觉。那我试着想想，他这一个人跟你的关系位置，其实他应该这个跟你告白的人，他应该跟你认识了蛮长一段时间的，然后他会基于跟你的一点一滴的相处来确定自己有没有告白的必要所以他必然会有蛮长时间的相处的，因为以他这个能量的核心来说，他会对自己适不适合你，尤其是生活方面、搭配方面、性格方面这些就是在一起相处适不适合的这一个点非常着重，非常在意那在我看来，他在告白那个时候，他已经非常确定他跟你的合适程度了啦。所以，即便你当时听到他跟你告白，你也不会非常错愕。他会把它营造成，或是他会确定你们的关系走到
他跟你告白的时候，不是说成功率高或什么，他会比较确定说这个时候跟你告白，你会有蛮精准的回答吗？应该是说你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确的状况的时候回答。他其实不是要你他其实不是为了追求要成功率高，他其实是要的是确定你的心意是非常明确的，你知道自己要回答什么的状态的时候，他会问你。哦，他更在意内心的真实啦，他更在意内心的真实，所以他能接住你的拒绝。那这个拒绝他也想好了，他觉得就维持朋友也没有关系，但是他觉得他需要告诉你，他需要告诉你，他觉得这份关系是有资格的哦，有资格的往前，可以往前的，所以还不错的一个起步，这是我们这个题目来说难得翻到的一个方向了哈。我们很少翻到这个方向的哈，我们通常都会翻到为了要告白成功的，可是今天这一题蛮像是他非常抓准的什么是好的，对你好的，对你舒适的告白时机，无压的，你可以感受到很坦然的感情后的告白，然后再慢慢的做出你想要的决定。他是很明白这件事的时候才会跟你告白了。来，我来看一下。好，这张。好，这两张确实又再次证明了我刚刚说的这个他这个高度的判断力其实是控制的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我刚刚说他会用非常确定那一刻是对你来说最能够坦然的嘛？他控制这个情绪，他观察这个时机点是非常精准的，非常感性理性都用到了，是很全面的这两张牌都有说它是很全面的，所以基本上啦，他在感情上面和对待人上面是非常成熟的。那我没有觉得你一定会答应。我从他的牌的眼神看你，我看出来他觉得这件事情的成功率是一半一半。他不是，因为我刚刚前面已经说了，他不是用一种完全笃定的时刻要跟你告白，他没有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因为他的眼神里面出现的你的思维是这样，所以我才会知道说，你很有可能会说不，而且你也不一定要，因为他跟你告白你就一定要接受，你会在当下会有自己的判断，你会判断出先做朋友比较好，还是立刻答应比较好。我觉得你也会有非常明确的判断。那你这一个非常坦然明确的判断的时刻跟心情，其实已经被他意料到了，或是被他等到了那一个时机，他才跟你告白。我一直觉得我看到了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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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境非常近的人在跟你告白，所以他不会无端的随意问啦，他会表达的很清楚，这个人会表达的很清楚。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那如果是这个话，我觉得他其实因为我刚刚说他其实不是为了一定要跟你在一起，要表白告白成功而选那个时机，不是，因为他心里其实也知道，他跟你要走进爱情交往的这一个部分，其实也没那么完全，其实也有一点叫做没那么必要一定要变成在一起。可是他心里有一半的感觉是，其实可以在一起，也有这个机会那他另外
半觉得能不能跟你在一起的这一个感觉，其实对他来讲是比较没把握的，或是比较觉得不一定会成功的。但是他心底其实欣然接受，然后他心里觉得有必要跟你说，有必要跟你说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其实你跟他的关系应该还不错，应该还不错。他的概念比较像是说，让你知道他觉得可以再进一步，是一件好事。就是他也不想让你错过这一个机会，也许你想要，也许你也觉得不错，所以你会答应。那不想让你错过这个机会，但至少你不会错过选择的机会。这样，好，我确实从金币我看到他内在其实有确定，有至少一半的感觉是不一定会，你不一定会答应啦，但是他欣然接受，他觉得 OK，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子也是，嗯，回到朋友关系也是蛮 OK 的，没有一定哦，没有一定哈。来，我再看一下，哦，这个都用这个，好，嗯嗯，的确，你看塔牌也出现了，他其实有一半的感觉是觉得没有一定要在一起啦，一切让你决定啊，反正他准备好接住了你的反应了啊。那圣杯八也是告诉我们说，他明白你的任何决定，他都明白哦。但是他为何现在不告白？就像我刚前面讲的，因为他也在观察你现在适不适合让他去对你提这个提问就是愿不愿意跟他交往这种的，试看看交往这种的。他也在观察啦，他也在观察你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里，他才会跟你说，因为他不想要成为你的另外一个负担。那你们的朋友关系其实也没这么近，但是也不算远哦，也没有算太远。偶尔会讲点心情的故事，但频率也不高哦。那就这感觉没有近没有远，就是我这边一直看到你跟他的感情或各方面都是就50%50%，或者一半一半。告白的事情一半会不会成功一半，很多东西都是一半一半，比较像是他自己也知道说你们的关系如果没有再往下走，差不多就都是一直都是这个感觉啦，也没有非常近，也没有非常远哈。那他心里，他心里什么时候突然跑出来跟你告白这个想法？我这边是没有特别看到，然后看看等一下会不会有出来哦。只能说他对于要跟你告白这件事，其实是很慎重了，很慎重。其实他有一个部分哈，他有把握，即使跟你告白了，也不会破坏友谊，不会。他相信你能开朗的接受这个提问，要不要在一起这种，好，那我也有看到某种能量，是你这里的能量其实没有任何能量是在等他，那就表示你其实这边你不知道会是他要来告白，他会让你知道他喜欢你这样。那我觉得他在告白的那一刻，跟你讲他喜欢你的那一刻，他会用一种比较傻乎乎的、比较呆板的方式问你，他不会包装，不会美化他，他会很简单的问你，因为他想要立刻知道最简洁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你这边如果有人真的跟你表达他的喜欢或什么，你自己如果想拒绝，就要很简单的就是简洁的拒绝不要唠太多话因为会打乱他，他会接收不到对的讯息。就单纯的拒绝说，我觉得做朋友比较好，这样子他会非常明白的，也不会伤害他，因为他其实心里也已经有做好那方面的准备了啦。好，不过他内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能量在指引他，一定要跟你告白耶，不然他只做朋友其实也都 OK 哈。但是这边确实是看得到
他其实应该是在某个时间点哦，跟你相处的时候，他觉得感觉特别好哦，然后触发了他有更深一层的感觉对你哦，有启动了他对于你有可能是爱情的爱的感觉了，就是已经比较超越朋友一点了。那当他这感觉出来的时候，他就受到了这一个东西的吸引，所以他这感觉出来说，他看你的角度，我觉得就已经开始不同了。他观察你的时候，会开始观察说，如果我们在一起好吗？哦，那朋友关系跟情人关系的混合这样子好吗？他其实有在认真在想，然后他也很努力的在想说，为什么你们两个一定要在一起？他没想出来，他不会告白哦。他可能想出来的是说，你们的个性可能互补，然后他可能跟你熟，他知道他能照顾你，你们两个能互相照顾，其实是个平衡的，因为节制牌出现了。他其实啊是慢慢的在跟你的相处里，他开始喜欢你之后，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在跟你相处了，在观察你。他发现你们其实真的很契合、很互补、很平衡，甚至没有什么波澜。情绪也是很平稳的，所以在他的感受里，他觉得告白似乎有点可惜，关系不再往上进一步，往下一个阶段，或是往新的样子去，他心里其实觉得可惜的，所以他内在是有决定说应该要跟你告白看看。好，他的概念比较像是凡事都可以一试，试了我才知道我们彼此的心意在哪里。哦，他这跟我们之前翻的很多主牌都是要准备的很全面好才会告白的人不一样。他的观点比较像是他全然的相信你们的关系并不会因为告白这件事而破坏，而他也相信告白这件事其实能够增加你们的亲密度，无论你答不答应，你们的关系都能进一步。这是他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的信心。哦，他在这件事情上，可是他现在在等的却不是告白会不会成功，他在等你的心情更适合让他告白的时候，他才告诉你。他其实是在担心你，或是关心你，要在比较舒服的感觉里的时候，他才会跟你说的。好，那命运之轮这边偷偷告诉我一件事，说，如果告白不成功，表示时间还没到。如果他告白的时间你会答应，表示就是那个时间了。你知道这个有两个意思，意思就是他终究会在对的时间告白成功。你懂这刚刚两个的差别吗？时间还没到，表示到了就会成功。那后面说，如果你感觉很舒适，你就会答应了，表示他选对了时间。哦，所以我刚一开始是不是就说他在等待那一个你感觉最舒坦、最放松的时间，他才会告白，而不是为了成功率，而是他很在意你。所以我觉得他对你的了解跟敏感度，可能比你了解多一点，因为他甚至可以知道你什么时候被告白最舒服。哦，他蛮会观察你的。哦，他蛮理解你的模式的。他蛮理解你的模式的。来，我们看命运之轮后面。我觉得命运之轮出现在这个位置非常好，它代表的是说时间快到了。好，它不是说告白的时间快到了，它是说在一起的时间快到了。为什么说快到了？因为它是在一个很远的位置，我们看到了命运之轮，所以我们要走向它，所以它才会有快到了，因为我们要走过去了。哦，来。然后我们再看命运之轮下面还有什么哦？好，的确哈，慢慢的、慢慢的就会到那个时间，慢慢的到了那个时间之后，事情就会有180度的翻转。所以他这个题目，其实无论他告白、现在告白、未来告白，你们都会有机会交往的，而且你们会在
交往的时候，立刻感觉到很多事情不一样，也会感觉到自己的改变，你也会感觉到你的改变，然后你们两个会因为这个关系创造出一种新的感觉，然后两个会随着这个新的感觉，然后发现自己有所改变。知道吗？这里的改变讯息蛮强的，所以以今天这张牌来说，告白这组牌来说，告白似乎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好像一定会开启你一个新的篇章，让你成长成新的样子，理解，然后变成新的样子。那好像是用情人关系、交往关系之后，才能够快速的发展这一个阶段所以。无论告白的情况怎么样，感觉你们终究会交往，这里讯息是这样，他终究会有个什么好，这个是非常心底的位置我让我感觉一下，这张牌讲你的现在因为我以为是要讲他的，可是我感觉他那边非常平稳的能量各方面非常平稳，可能就是因为金币国王的概念还有一些金币牌，觉得土能量非常平稳的，所以这张牌是你的耶。我大概知道他在等什么，他好像也知道你现在的内在心思心意是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还不太整理的，就是你现在脑子里内在的杂音、杂讯、声音还蛮多的。很难安静静下来他现在在讲你现在，那这个人他也知道这样子的你的时间不需要打扰你，不能给你这么大的难题，所以你现在可能确实是有一种心慌乱，然后有点毛躁的感觉，在近期有被旁边人发现，他有发现那无所谓因为有的时候这样子的牌的出现，它只是形容一种现状。那这种现状有的会变成是，他需要完成这个过程啦，因为你可能内在有要调和一些东西，正在调和一些东西，所以要一点时间。我看，没错，确实你现在可能有面对一些事情，无论是工作还是家不知道，然后会让你最近有点心烦意乱的话，那你就让它慢慢过去差不多这个感觉跟这个整理期过去之后。他就会发现，然后你要感觉你自己各方面都感觉比较舒坦、比较松的时候，他应该就开始，他就会告白了。他现在的能量，他无法帮你因为他现在的能量跟他的角色比较像是蓄势待发的，准备要告白。他现在没有办法介入或是询问你有没有需要帮忙这样，因为你这个能量比较内缩，这个内缩的能量就是没有。对外连接，所以他现在其实有点没办法跟你连接到，即使他可能是你的朋友，他可能觉得你最近比较往内缩了，然后散发出来的讯号是那种不需要被打扰的讯号，他有接收到。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他还在等一个你的最好的状况、最坦然的状况，他才会告白。那觉得3号的朋友，你现在心底那些东西，如果你觉得无法平静，没关系，你慢慢花时间，慢慢平静下来就好了，他会平静下来的因为他能量没有特别多，他就有到5，他内在只是有非常，你对事情有对生活很多东西都这一阵子给太多提问了，所以然后又没有特别的答案，所以才会有点心烦，那但这张牌它是在非常深的角落里，它比较像是你安安静静的时候一个嘈杂的讯息，它有时候就是一种耳边的讯息，比较负能量的讯息，让你觉得很累的那一种。可是它并没有实质的影响，它比较是精神上的打扰。那你唯一现在比较能解决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想办法平静下来，或找事情分心啦。找事情分心，就是分心的方法，就是多去跟朋友聊天，用他们的故事跟他们的声音来搪塞你脑袋里的声音，这样。那另外一个自己的平静下来的，可能你可能练习闭上眼睛，或是进阶一点练习冥想，这样。练习放空，放空很难，我知道。那你们可以练习闭上眼睛，专心听周围的声音，这会造成另外一种放空的效果。你专心听的时候，脑子就没有在
思索你自己的事情啦，就只会专心在听到什么。那这也算是让脑子休息平静的一个方法，你可以多试看。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过程，可能就会比较进入冥想的练习，你就会知道哦，可以这样子进入冥想，这样子你可能就会找到窍门哦。好，那这几张是这样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6张牌的讯息哈，就是来看一下比较理性跟感性的部分的交叠之后，会有什么特别的讯息出来哈？来，我直接用这个来翻哈，这个比较能够，好，6张哈，3，先3。好，这个我没有要翻哈。还有3张。好，那我仔细看一下哈，这6张的概念。10金币5/7 of cups。他这边只有说哈，他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是，你跟他最好、最棒的对齐的心境的状况就是，你觉得自己现在各方面都平稳下来了，哦，不会对生活有太多的提问，或是对生活有太多的为什么。然后对于自己做的事情有一种扎实的感觉，就是一分努力一分收获的感觉，这样。然后不要觉得自己的努力很多东西都没有，不知道为了什么，就是说太多为什么了。哦，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你开始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了，然后趋于比较变成是说很多事情，反正我就默默的做，我就会默默的。轻轻巧巧的获得我该有的东西，就是你应得的东西，就是其实有点总归来说，就是得失心要放低一点了，然后你才会开始自己内心会开始比较平静一点了。好，这几张牌在告诉你说，他希望你理解，你自己心境上有这个小问题要调一下。那到5的时候哈，然后不要太执着于要去把事情选对答案，而是接受选错了也是一种经验的概念哈。那反正这3张牌啦，我看到的比较多的讯息是说要去试错，好，尝试的试，错误的错，不要害怕试错，好，这个角度你就会比较平静了。他这边有一点在讲说，你太要求自己要做到多精准，可其实这里去告诉你说，不用，你要能有更大的习惯去接受事情，很多时候都是会做错的，哦，或是不完美的哈。那在情感没有看一下哈，他这边有说他在希望你做事情的时候，还是不要用太多方法，用太多技巧哦，就靠直觉，靠直觉。事情不要把它凹成是你想要的。如果事情已经是错了，做的不好了，我们就坦然的接受。哦，如果你直觉上已经觉得事情要走向歪了，那就心里就开始准备说，没关系，反正我们应该做够了哈。简单，我在讲这6张牌其实是走在一个比较消极的状态。什么叫消极的状态？它其实是希望你能够释怀错的事情就已经错了，不够好的事情它就已经不够好了。好，
开朗的去接受很多东西不如我们想象的，然后会让我们自己失望的，然后不是我们能努力就能够做到完美。他这边比较消极这样讲，他在说这个概念才是你心里某种智慧的开窍。那这一个感觉开窍了之后，你心情就会比较平静下来了，得失心就会消失，那种欲求就会消失，对自己的要求也就会降低。这6章在讲这个，我在想这6章在讲这个，其实是在讲说，你有某种紧张的感觉在释出，那他看得很清楚，他也无法帮你，但他在等着你过了这关，等着你这个内在各方面都调整完了之后，他再跟你告白，因为他知道在这种情况太敏感了，他在跟你告白会成为你某种的负担，因为你现在心境上很多东西就处在比较多的消极疑问上面。那也没有说要你一定要去积极的什么，只是他在暗示你说，你有能力去怎么讲，去接受某些你不想接受的事情啦。你可能会有些你预设你无法接受的事，其实你可以的。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就不够好，看起来就会错的，或是已经错的事情，或是以前已经错的事情，他希望你能够接受他们，而不是释怀，就是接受他们。接受的概念比较像是说，你就跟自己说，没啦，那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分而已。没有人会责骂我，只有我自己会责骂我自己做的不够好。记得别人对于看你的事情，他蛮容易忘记啦。就像你也很容易忘记别人的坏事，我们很容易忘记，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要专注在自己身上。别人不会记那么多，所以你不用这么苛责自己。他现在就是只有这一个负能量出现，然后让你散发出来的磁场或什么有点紧绷了。那再松一点，再松一点，就会调整好了。他就会有调整比较好的方向，然后你们就会比较对齐。这个人他会发现你们对齐，这对齐是我们在讲啦，可是我觉得他会发现某一个时刻 OK 了。他可以跟你讲了，他的确觉得他的告白会带给你蛮大的困扰的，蛮大的心烦恼。可是他在等你变得比较舒坦一点的时候再说，所以他会这么选择，表示你内在某种紧张啦，对生命的疑惑啊，对生活的疑惑，近期还蛮多的，蛮多的，所以你可以好好调整一下。记得我说的我们不能只期待好事发生啦，而是说不完美也是随时随地的发生了，而且是大部分的事情啦，大部分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云淡风轻把它接住就好了，然后我们尽力而为，这样子，你用这个态度看，你就会比较松一点，就会比较安静一点了，比较安静了一点。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后面讲了一些别的你的事情了主要是因为帮你找一个方法，让你跟他对齐的比较快因为一开始我就说他在等待一个你准备好的时间，他才要跟你讲，所以后面才开始找到为什么要准备好，到底你要准备好什么我们后面才翻到，其实前面都没有太多，前面比较太多是他要怎样跟你告白，或是他的节奏性这样子那以时间来说呢，我觉得他一直在看着你啦。所以，当你心境各方面变得比较开朗的时候，他就会接收到，那他告白的时间就很快了好，就这样这选3号牌的朋友，祝福你希望你能够快快等到他就这样。那谢谢你们来听。